接下来我来分享一下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首先我想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在这种学校事件里面，看学生的反应永远是最准的因为一个老师平常行为如何，大多数的小孩都看在眼里他们只是因为年纪小不敢发声，但其实学校事件他们比谁都清楚。我小学的时候，同年级一个班级的班导师，后来因为性侵女学生被起诉，判刑8年半。后来我当兵时巧遇到我的国小同学聊到此事，他就说看，结果他被关了，爽啊！我从以前就看他不爽很久了他从以前就会每次那边随便掰个理由对你一直骂，假装自己很屌，然后就此获得女学生的崇拜。其实从他的语气，他其实在当时早就察觉到这位老师完全无心教学生，并且存在不当管教，只不过当时因为年纪小，所以没有机会说出来，才在长大之后一睹为快。当然，我以前也有跟他完全相同的感受，我觉得这个老师根本就没有想教我们，并且在我小学5、6年级的那个时候，一直都有就是传言说这个老师一直在偷掀女学生的裙子，然后我们几乎大部分的小孩都知道这件事情，只有大人被蒙在鼓里。所以我整个事件至少在我的眼里看起来谁对谁错是非常清楚的这位谢姓教师一直都被同课给排挤，只要专注在自己的教学专业，结果在性平案件发生之后呢，惨遭同事和学校行政刁难甚至还被匿名抹黑攻击，诚然这位犯错乱摸的同学是主犯，但是未满18岁犯错本来就是概率事件。学校该做的是在校时间尽力导正学生的价值观，但很不幸的从学生观点的贴文你可以看出这个学校对于问题学生的导正完全失败因此他的性骚扰是从身边的女学生一直摸到女老师进而引爆整个事件。看起来这个学校好像只专注在要让课本和考卷完全相同只求公平，控制学生不要参加社团活动，专心读书考试至于学生的品德，阻止学生再次性骚扰，这兴趣缺缺，处置不当。很显然这个事件学校有摆不脱的责任我们常讲教育里面哪个环节最重要莫过于言教和身教。显然这个学校的国文教老师，他们的言教是在靠背教证上匿名抹黑同事，抹黑到学校学生看不下去，气到发抖。他们的身教是对同事排挤霸凌并且在他有难时落井下石。这样的学校在腹黑学教育领域上应该可以拿到全台第一或许可以跟教育部申请全国腹黑学教育中心的认证符合我们108课纲教学自发互动良好共好和成就每一个孩子适性教学终身学习的价值观。学校在人际方面的用心良苦值得我们嘉许。接下来我想讨论一个小细节那就是学校希望课本考卷相同，大家的命题和评分标准才能公平。有文章评论时还说这些不是基本中的基本吗身为一个经历过班心和个人申请制度的我，对此感到相当不敢置信当然我也不是什么学霸我高中念的只是一个普通学校，就是新竹的新竹高中。我们当时的制度是只要月考考卷一样就好其他随意，而不使用课本上课，甚至用别家的课本都是允许的。不过因为年代久远，我没有留下当时我们使用的上课讲义，我的数学和物理科老师全部都是使用讲义上课，完全不用课本。我后来念的大学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学校这是在新竹的清华大学我们的英文课也有所谓的统一课本的规定，但是基本上每个老师多数时间都不是到课本上课使用的也大多是自编的讲义，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一本，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一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在这里我都留得很清楚。我的学校有一个校训大学非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的学校对于筛选老师和教授非常严格比如说我的英文老师以前是美国国务院的技师口译在美国历练几年然后才回来台湾教书。
那我们有没有管考卷和成绩的公平性？完全没有。每个老师对于成绩是自由的，比如我的老师打的成绩就非常低但是系上排名还是照样排。理由很简单，你来上课是来学习知识的，还是来讲求考试公平的？我想应该是前者。既然上课是来学习，就应该让老师有全的裁量空间，让教师可以尽其所长将最高品质的教育奉献给学生。一昧的追求公平，反而会让老师的专长给抹煞。每个老师的个性和专长各有不同，追求相同的课本甚至小丑考卷，甚至是要求相同的给分标准，都会让老师无法发挥自己真正的实力，从而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如果因为你公平性而牺牲了品质，那是舍本逐末，绝对错误。接着，学生每个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班级的教学情形也不尽相同，老师应该要因材施教，做充分调整，而不是将学生视为物品，一视同仁的输出教学。会因材施教，并培养学生各自不同专长的机构叫学校，培育出来的叫做学生工作人员叫老师。而注重考试公平重视齐头是平等的机构叫做学店，培育出来的叫考试机器，而工作人员叫教书匠。我们东方教育最讲求的是因材施教。孟伯问孝，子曰：“父母为其己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之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可见孔子对每个学生给出不同的教育，像这所学校要求齐头式平整，反对差异化教学的价值观，显然不符合东方教育的精髓。那西方呢？西方喜欢 algorithmic 就是所谓的启发式教育强调建立学生的逻辑思考并且以兴趣为基本导向，内容更加多变，与这所学校的价值观简直背道而驰。显然，这所学校希望统一课本、考卷和讲义的价值观根本不是东西。既然这所学校注重教学一致性想用工业化量产的概念来指导学生，把学生当成物品。那不妨我这个在主科工作的人来用业界的标准点评一下他们的程序吧。首先，业界是很残酷的，我们的研发部门每天都在从不可能当中研发出可能，因为只有最优秀或是性价比最好的产品才有可能获得客户的青睐至于其他的次级品，要么你就是贱价贩售，要么就是丢到垃圾桶。这所学校如此的讲求一致性和公平性，完全忽略每位教育生产机器彼此的个体差异，注定无法使产能和良率达到最大化，连机台的使用你都有瑕疵了。请问如何产出最优秀或者是性价比最好的学生，并在未来有能力和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展开竞争呢？显然，以工业化标准来审视这样的教育也是完全不及格。这样的做法在我们业界只会有一个下场，就是全部开除，重新来过。我们台湾的税负占 GDP 比例的 13.3%，去年我国的人均 GDP 是32123美元，平均每个人要缴4272美元，而税负中的 12.5% 是花在教育上，也就是534美元，大约是16000台币。这大概是台北1个月的生活费，也是中南部大概2到3个月的生活费。我想请问在座有缴税的各位，你希望你的税金花在哪里？你希望是花在一个真正能培养下一代竞争力的学校，还是花在这种连价值观都不是东西的学校？你是要小孩看着别人霸凌长大后继续复制那一套手法，还是要让小孩在友善的环境下长大？不要忘记，我们总有一天都会老去。不要忘记，总有一天我们都需要下一代来帮我们付退休金，还有处理老人安养的问题。到时候你会希望服务我们下一代的究竟是一群有同情心、同理心，并且处事圆融、充满弹性的后辈，还是一群排挤异己、对别人不幸、落井下石，并且在程序上处处刁难你的后辈？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会。